翟艺莹成柯纯，甜度爆表。第25时区的情书官宣定档，这对 CP 终于来了。娱乐圈每天都有新消息，但有些消息一出来，真的会让人瞬间停下手里的事情，忍不住感叹一句：这是什么神仙组合？就在最近，翟艺莹和柯纯合作的新剧《第25时区的情书》正式曝光最新消息，两人的首次搭档瞬间引发热议。更让观众期待的是，这部剧不仅有高铁爱情，还有一个非常浪漫的设定。两个不同的时间，一颗始终没有改变的心。两个原本可能永远无法相遇的人，却因为一封情书，一段跨越时间的缘分，慢慢走向彼此。光是听到这个设定，就已经让人忍不住开始脑补剧情了。而当翟艺莹和柯纯的名字同时出现之后，网友的第一反应更是高度一致，这对 CP 的氛围感真的有点太甜了吧？到底是什么样的故事，让两个身处不同时间的人跨越阻碍寻找彼此？翟艺莹和柯纯又会碰撞出怎样的化学反应？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部还没开播就已经让无数观众提前心动的第25时区的情书。如果你也已经开始期待翟艺莹和柯纯的这次合作，那么今天这条视频你一定不要错过。说到第25时区的情书，最吸引人的地方，首先就是它的名字。第25时区，我们都知道现实世界有明确的时间划分，可第25时区这个名字却仿佛在告诉所有人，这里存在着一个不属于普通规则的世界。它可能是时间之外的1小时，也可能是命运偷偷留给两个相爱之人的机会。而情书这2个字又让整个故事瞬间多了一层温柔，没有轰轰烈烈的宣言，没有夸张到不真实的相遇，而是一封写满心意的信，一句可能迟到了很久的话，一个人跨越时间仍然没有放弃寻找另一个人的执着。这样的爱情故事最容易让人破防，因为真正让人感动的从来不是两个人一见钟情，而是明明中间隔着那么多无法跨越的距离，却还是愿意朝着彼此走过去。一个人生活在这一边，另一个人却在不同的时间里，他们可能看不见彼此，也无法像普通恋人一样随时见面，可命运却用一种最浪漫的方式让他们产生联系，那就是情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你收到一封来自过去或者来自未来的信，你会是什么感觉？信里的那个人你可能从未真正见过，可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文字交流，你开始慢慢了解他的性格，知道他的快乐，也感受到他的孤独。然后有一天你突然发现，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能够理解你，哪怕他不在你身边，哪怕你们之间隔着一整个时间。这种爱情真的太容易让人上头了。而翟艺莹和柯纯这次的合作，也恰好让这种跨越时空的浪漫有了更多期待。从目前曝光的内容来看，两人的组合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一种非常自然的青春感，不是刻意制造出来的甜，而是两个人站在一起之后，那种让人忍不住想继续看下去的氛围。一个眼神，一次靠近，一句简单的对话，甚至只是站在同一个画面里，都能让观众开始自动脑补他们之间的故事。这或许就是大家常说的 CP 感，它并不一定来自夸张的互动，而是来自一种无法准确解释的化学反应。有些演员单独看都很有自己的魅力，可当他们站在一起之后，突然就会产生一种1+1大于2的效果。而翟艺莹和柯纯似乎就属于这种类型，尤其是在第25时区的情书这样一部本身就充满浪漫氛围的作品里，两个人之间的互动显然会成为整部剧最重要的看点之一。想象一下，当一个人终于收到来自另一个时区的第一封信时，他可能只是觉得奇怪，是谁？为什么知道自己的名字？为什么信里的内容会如此了解自己的生活？可随着一封又一封信出现，原本陌生的两个人开始慢慢建立联系。他们会分享自己的秘密，会在对方难过的时候安慰彼此，会因为一句无意间说出的话默默开心很久，也会因为突然失去联系而第一次发现，原来自己已经习惯了那个人的存在。最可怕的爱情，可能从来不是一开始就让你心跳加速，而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无法想象没有这个人的生活，哪怕这个人甚至和你不在同一个时间。这就是第25时区的情书最让人期待的地方。
它不只是讲爱情，它更像是在问所有人一个问题：如果你真的遇到了那个命中注定的人，你愿意为了他等待多久？1天、1年、10年，还是哪怕整个世界都告诉你，你们不可能在一起，你依然愿意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们会找到回家的路。两个心，两个不同的时间，可爱情却从来没有走错方向。因为真正属于彼此的人，也许会绕很远的路，但最终还是会再次相遇。不得不说，这种设定真的太适合现在的观众了。现在大家看爱情剧，已经不仅仅满足于简单的撒糖，观众想看的是心动，是遗憾，是明明想靠近，却因为现实无法靠近的痛苦。更重要的是，在经历所有错过之后，两个人终于坚定地选择彼此。而跨时空爱情最动人的地方，就在于他把这种情绪全部放大了。你知道对方在那里，可你无法立刻见到他。你想告诉他一句话，可你不知道这句话什么时候才能传到他的世界。你害怕自己等不到，也害怕当你终于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不再记得你。这种未知才是最让人心疼的地方。所以，当网友看到第25时区的情书的故事设定之后，很多人最期待的其实已经不仅仅是甜，大家更想知道这对恋人究竟会经历多少次错过，他们会不会因为时间的差距而误会彼此？会不会有一天，一封本该出现的信突然消失？会不会有人为了保护另一个人选择主动离开？又或者他们终于找到了穿越时间的方法，却发现只能有一个人走到对方身边？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么这部剧后面的情绪冲击恐怕会比大家想象的更强。当然，对于喜欢翟一莹和柯纯的观众来说，最开心的还是终于能够看到两个人合作。一部爱情剧能不能成功，演员之间的默契真的非常重要，尤其是这种需要大量情绪互动的故事。有时候，一个简单的眼神比10句台词更能让观众感受到爱情。比如久别重逢时，明明有很多话想说，却只是静静看着对方；比如终于确认心意后，两个人突然安静下来；比如明明知道这次分别之后，下一次见面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，却还是笑着告诉对方一定要等我。这种瞬间才是爱情剧真正让人上头的地方。而翟一莹和柯纯到底能不能把这种感觉演出来，也成为了大家现在最期待的问题。从已经公开的信息来看，这次的组合确实给了观众不少惊喜。两个人的整体气质和角色氛围非常契合，一个温柔，一个坚定，一个可能习惯把情绪藏起来，另一个却愿意一步一步走进他的内心。当两个不同的人因为命运相遇，最甜的从来不是他们有多么相似，而是他们明明完全不同，却刚好能够理解彼此。你缺少安全感，我愿意给你坚定；你害怕等待，我愿意一直回应；你觉得自己被整个世界遗忘了，我就告诉你，还有一个人一直在寻找你。如果第25时区的情书真的能够把这种情感拍出来，那么它很可能会成为一部让观众边看边心动的作品。更重要的是，这部剧将从8月29日开始播出。消息公布之后，很多网友已经开始提前倒计时。毕竟现在距离正式播出已经越来越近，关于剧情的猜测也越来越多。到底是谁先写下了第一封情书？第25时区究竟代表着什么？翟一莹和柯纯饰演的角色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相遇，还是他们在无数次错过之后才终于找到了彼此？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答案。但也正因为如此，大家才更加期待。一封情书可以穿越多远？也许穿越的不是距离，而是时间。一颗心可以等待多久？也许等待的不是某一天，而是那个真正懂自己的人出现。第25时区的情书最浪漫的地方，也许正是在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情从来不是永远不会错过，而是哪怕错过了很多次，命运依然会给彼此留下重新相遇的机会。所以这一次，就让我们一起期待翟一莹和柯纯，期待他们在不同的时间里相遇，期待那封改变命运的情书，期待两个原本无法相见的人，最终跨越所有距离，走向同一个地方。两个心，两个时间，却只有一个答案，那就是无论时间把我们带到哪里，只要心还记得回家的方向，我们终究